孕妇在医院检查时遇到了可怕的一幕，男医生在临近检查时却故意支开了所有护士，随后便非常自然地帮金梅解开上衣，把一只手按了上去。可金梅明显感觉到对方使用的手法不像是在检查，但她又没有任何证据，只能一脸尴尬地等待检查完毕，当着金梅的面戴上橡胶手套。可就在检查时，她又偷偷将手套装进了衣兜，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违规操作起来。金梅瞬间就感到自己受到了侵犯，但又不敢当面拆穿。一回到家，她就躲在浴室疯狂地洗澡，直到丈夫麦克回来，她才把自己的遭遇讲述了一遍。她认为医生检查的手法根本就不像在做检查，反而更像是猥亵，但她又害怕这只是正常的检查流程。丈夫询问她之前别的医生检查时有过这样的情况吗？金梅摇头表示没有。那么这还犹豫什么？麦克直接要求妻子起诉那个医生，因为如果这样放任不管，这种医生绝对还会对别的女人做同样的事情。最终夫妻俩人决定起诉医生。很快医生被起诉的新闻就已经闹得满城皆知，先后有4名女性也纷纷出面指控，声称他们在之前接受这名医生检查时也遭到了侵犯。医生在看完新闻报道之后，最终还是不能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，选择了开枪自尽。6个月后，金梅顺利地产下一名男婴。由于她一直想要在后院建造一个温室，但孩子现在还太小，于是就和丈夫商量聘请一个保姆。很快有一个女人就上门来面试工作，看着对方的穿着打扮都很时髦。金梅询问她为什么会选择做保姆的工作，女人名叫丽莎。她告诉金梅，几年前的一次意外导致丈夫和肚子里的宝宝相继过世，现在也无法再生育。由于自己非常喜欢小孩，所以只能做这个工作。金梅觉得丽莎还是非常不错，于是打算带她上楼去看一下儿子。可就在此时，家里的园丁向金梅找一些工具，金梅只能下楼去把园丁小黑也带了进来。没想到小黑只是热情的和丽莎握手打个招呼，却意外把丽莎的袖子弄脏了。小黑的智力和几岁的孩子一样，面对丽莎凶狠的眼神瞬间就吓傻了，赶紧向她道歉。可一转眼，丽莎就变换了另一种脸色，对小黑表示没有关系。当天晚上，金梅邀请丽莎留下来一起吃晚饭，顺便见一见她的丈夫。吃完晚餐时，丽莎无意间在地上看到一枚耳钉，可她并没有告诉给夫妻俩，反而将耳钉藏在手里。厨房的俩人正商量着要不要将丽莎留下来，突然外面的丽莎却大喊一声，接着便从孩子的嘴里拿出那个耳钉，这可把金梅吓坏了，说可能是自己不小心把耳钉掉在了婴儿车里。就这样，夫妻俩同时决定录用丽莎当他们家的保姆。次日一早，丽莎就带着行李搬了过来，一进门还送给金梅一个风铃，表示风铃的声音会让婴儿更加安静。谁料就在半夜的时候，丽莎却悄悄地从地下室走了上来。她趁夫妻俩熟睡的时候打开了婴儿的房间，然后鬼鬼祟祟走到孩子跟前，从旁边拿来一个抱枕。原来他只是用抱枕堵住了婴儿头顶的监听器，接着就解开自己的衣服，抱起孩子开始给他哺乳。看来这个保姆是真的想当妈妈，她不仅对婴儿非常贴心的照顾，而且对金梅的大女儿也很是疼爱。听到小女孩说在学校里有一个男孩总是欺负她，第二天他就去学校找到了小女孩，让女孩指出是哪个坏小子欺负她，随后便不由分说上去找到那个小男孩，揪住就是一顿暴揍。I got a message for you, Ross. Leave Ella alone. Look at it. If you don't, I'm gonna rip your fucking head off. 这顿让小女孩对丽莎产生一种好感，每天半夜丽莎都会偷偷上楼给婴儿哺乳，导致婴儿对金梅都产生抗拒。金梅还疑惑地询问丽莎有没有发现孩子的异常，但丽莎却表示孩子很正常。这天丈夫让金梅帮他寄一封重要的工作信件，没想到丽莎却趁金梅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走了那封信。她躲进卫生间把信件撕了个粉碎，然后全部冲下了马桶。从第一天来到金梅的家，她一看到人家夫妻俩人卿卿我我，她就感到一种强烈的嫉妒。由于把丈夫的信件丢失，这让金梅非常着急，一急之下哮喘病也发作了。而车上的丽莎还假装不知情，虽然那封信对丈夫的工作非常重要，那是麦克一个季度的研发成果，可麦克还是没有责怪妻子，反而安慰她不要多想。这天小黑在工作的时候，意外从窗户看到了奇怪的一幕，只见屋内的丽莎正在给孩子喂奶。虽然小黑智力不足，但他也觉得这种事是不对的。谁料丽莎也发现了小黑，她下楼对着小黑就是一顿恐吓，而且还动手打了小黑一个巴掌，吓得小黑眼泪汪汪。小黑一直希望自己能拥有一辆全新的自行车。下班时，麦克突然一脸严肃地叫小黑过去，小黑还以为自己又做错了什么，没想到一家人却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。For you, big guy.
看到他们送的自行车，小黑简直开心坏了。可那崭新的自行车很快就被收了回去，原因就是丽莎一直在背后和金梅说小黑的坏话。起初金梅还不太相信丽莎说的话，结果她无意间在小黑的工具箱里找到了女儿的内衣。金梅顿时非常生气，起身就将一脸懵逼的小黑捶了几拳，而一旁的丽莎却向他投来凶狠的眼神。就这样，刚刚到手的自行车也被麦克拿了回去，小黑也因此失去了心爱的工作。女儿非常伤感，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赶走小黑，为此甚至觉得金梅就是个坏人，宁愿和丽莎每天住在一起。这天，金梅的闺蜜来家里做客，可婴儿一直哭个不停，唯独到丽莎的怀里就立刻安静了下来。闺蜜无意间看到了2楼阳台的风铃，还询问风铃是哪里买的。金梅说这是丽莎送给他们的，一家人始终都把丽莎当作亲人一样对待。金梅也是和她无话不说。这天深夜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熟睡中的麦克听到后立刻就警惕起来，他以为家里进贼了，于是就拿着棒球棍悄悄地下楼，结果正好碰到穿着一身薄纱的丽莎在收拾冰箱。看到麦克后，丽莎立马投来古怪的眼神，还邀请麦克一起喝一杯。如果是小编，我估计又他喵的犯下了大错。可麦克是一位正人君子，他当场就拒绝了丽莎，随后便扭头回去睡觉。自从丽莎住进来，夫妻俩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这天，金梅把丈夫的衣服送到了洗衣店，可突然店员从衣兜里找到了一盒火柴，这让金梅很诧异。丈夫从来不抽烟，兜里怎么会有火柴？她立刻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在夫妻俩的好友里面，只有那个最好的闺蜜才抽烟。难道丈夫背叛了自己？回去之后，她就不由分说对着丈夫大发雷霆，这可把麦克着急坏了，因为此时客厅里站着一堆好友。等金梅出去，才发现她误会了丈夫。而这个惊喜也是丽莎帮麦克策划的。看到金梅居然怀疑自己，闺蜜也是非常伤心的扭头就走。好好的一场生日宴就这样黄了。所幸麦克始终都没有责怪妻子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包容她。楼下打扫卫生的丽莎在婴儿监听器上听到了夫妻俩的对话。金梅告诉麦克，自从丽莎来家里，奇怪的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，但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听到这里，丽莎脸上瞬间就露出一副狠毒的表情，看起来恨不得想要把金梅撕碎。果然，当天晚上丽莎就悄悄的来到了外面的温室里，她在天窗的启动机上动了手脚，然后才淡定的回去睡觉。而她所做的一切却让金梅的闺蜜遭了殃。作为一名房产经纪人，闺蜜突然在一份别墅的资料上看到了同样的风铃，和金梅家里的一模一样。紧接着她就查到了这个别墅的原主人，原来这个房子之前就是那位医生的，而金梅家的保姆就是医生的妻子。当时由于医生畏罪自杀，导致名下的资产都被冻结。正在怀孕的丽莎一气之下没有保住肚子里的孩子，而她现在居然在金梅的家里当保姆。闺蜜顿感不妙，立刻起身就不计前嫌的来到了金梅的家中。可此时金梅刚好不在家，闺蜜也是毫不犹豫对着丽莎说出了自己的发现。身份暴露的丽莎表现得非常害怕，说金梅在外面的温室里。闺蜜赶紧就跑了出去，结果本来给金梅准备的陷阱让闺蜜却失去了生命。而里面看到这一切的丽莎却淡定的在吃着苹果。等金梅回家后，第一时间就来到了温室，刚好看到惨死的闺蜜。顿时她的哮喘病发作，她赶紧跑回去拨打了救援电话，然后拿出自己的哮喘药，谁料此时的药瓶却是空的。所幸救护车及时赶了过来，救下了奄奄一息的金梅。而此时丽莎才抱着孩子跑了回来，假装自己一直不在家。很快警方就在温室里找到了闺蜜的尸体。金梅住院后，丈夫一直贴心的照顾着她，楼下大雨中小黑也都看在眼里，但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忙。就连出院的时候，小黑还一路骑着自行车跟在一家人的后面。本以为生活终于回到了平静，可这天晚上金梅意外在兜里看到闺蜜给她的留言，闺蜜表示有紧急事情让她回个电话，可那天她太忙竟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再看看外面的温室，金梅瞬间就觉得闺蜜的死不正常。第二天她就来到闺蜜的办公室调查，果然很快就发现了那个别墅的照片，而且发现了照片上的那个风铃。随后她又专程去看了那个别墅，没想到在别墅里竟然看到了一个婴儿房。房产经纪告诉她这个房子的来历，金梅这才想到保姆就是医生的妻子，她立刻开车往回走，一进屋就对着丽莎一拳。丈夫还以为金梅又发什么神经，此时金梅才说出了她的发现。麦克也是一脸的震惊，这不就是引狼入室吗？由于闺蜜的死，他们都没有证据证明是丽莎策划的。俩人先是下了逐客令，要求丽莎马上收拾东西滚蛋。眼看事情败露，丽莎也只能接受现实，随后就下楼收拾东西。可突然麦克又听到地下室传来奇怪的声音，于是他就走下去查看，结果被早就埋伏好的丽莎一铁锹就盖在了脸上。听到动静后的金梅立马也跟了过去，这才发现丈夫的腿也摔断了。麦克让金梅赶紧去报警，然而还没等电话打通，丽莎就出现在身后。
打晕金梅之后，丽莎又去婴儿房，可此时婴儿床上空无一人，小女孩把弟弟藏在了自己的房间，并把房门反锁起来。气急败坏的丽莎用铁棍硬生生的在房门上敲开一个洞，可等她进去时，却看到婴儿的哭声只是监听器里传出来的。而此时，女孩已经带着弟弟来到了阁楼，那个小黑也在这里。原来小黑一直在暗中观察着这里发生的一切。他看到丽莎一脸凶神恶煞的过来，赶紧就把孩子抱在怀里，生怕孩子受伤。就在此时，金梅也醒了过来，她拿着一把菜刀过去就要和丽莎拼命。没想到被丽莎几下就打掉了手里的武器。此时金梅的哮喘再次发作，而丽莎却一脸的邪笑。她嘲笑金梅连自己的孩子也保护不了，接着就要拿起铁棍打死金梅，还好被身后的小黑一把抓住了胳膊。愤怒的丽莎对着小黑就是几棍子下去，没想到金梅这次是在假装哮喘发作，起身就一头撞了过去，当场把这个狠毒的女人撞飞了出去。或许这就叫罪有应得。经过此事，金梅终于知道自己冤枉了小黑，诚挚的向小黑道了歉，而且放心的把孩子交给小黑暂时照顾。